今天我们的解密商战要陪大家一起来聊聊，为什么常常会觉得越长大越不快乐呢？而且人生怎么选择越多，焦虑也越多。同时也要告诉各位如何避开沟通的3大地雷，不要让爱变成伤害。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心理学成长，在这个领域呢耕耘了非常多年的这个刘轩大哥。轩哥你好。轩哥好。Hello， 哲金好 ，Hello， 上万好。我们现在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年代，然后大家也很努力的在生活跟工作，对。可是呢，好像大家也是生活在最不快乐的年代。你可以看到每一年在忧郁症或者在知觉失调的药物的使用，每一年在攀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真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代糖。就是现在的社会所给我们的是很多的情绪价值，但这些情绪价值是假的情绪价值。假的情绪价值。举例来说，像社群网络，我们总是会知道朋友们在做什么，对，它带来的是社交的感觉，但是那个社交的感觉并不是真正的社交，它永远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3个人，例如说坐下来真的见到面然后聊天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它反而带来的是比较，或者像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VR 啊，或者是手游啊，我们只要有一只手机，我们就可以通往全世界。我们觉得说，现在资讯可以获得的非常容易，那这个好像可以让我的知识可以增加，对不对？可是这个也是一个代糖，因为在同一个时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为了要让我们一直不断的黏在那个荧幕上，所以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刻意，对，多巴胺，就是让你好像烧到痒处，但又没有真正给你任何收获。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到自己的世界里，那这时候又碰到一个 COVID。COVID 又把每个人就关到自己的笼子里面，又加深了这些科技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似都在一起，但其实我们的心是非常的疏离。而且这种短暂的刺激好像结束之后是更空虚哦，而且特别是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比我们更常接触科技，所以可以看到哦，最新的一些数据上面来说，全球大概每7位的青少年就有1位是有心理问题的。然后我们更限缩到，如果是以台湾来看哦，从2011年一直到2021年，过去的这10年当中哦，孩子呢的忧郁症的人数成长了88%，甚至呢轻生的人数哦也比过去多了快要2倍之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轩哥您怎么看呢？那你想，青少年我们进入青春期，我们想要做什么？玩吧。对啊，跟同才一起啊。对啊，我们想要出去交朋友，对，交男女朋友，我们想要看这个世界，我们想要探索。以前我们可能真的出去外面，家长也不知道我们跑到哪里去，是，现在随时手机 GPS 定位有萤幕时间控制，每个东西都是有数据，这东西不用说。外面的世界多危险，我们一天到晚都会看到，危言耸听，很多就会变成很多焦虑的妈妈们，然后就是说小孩你不能让人出去跑啊，所以有一组呢就会把小孩保护得很好，另外一组呢还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因为他们总是会听到身边又有谁的孩子啊，他们申请进了什么好的大学啊，然后有什么什么，所以他们互相比较之下呢，就会把孩子的生活填得非常满，对，你都不得有任何喘息的机会，那在这个时候，这2者所导致的都是孩子就会缩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父母亲认为孩子其实安全的长大，但其实他们正在他们最需要与世界接触跟探索世界的时候，他们缺乏了这个经验，以至于他们可能到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他们都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因为他们从来没试过。他们没有出去真正跟人交往过，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你会发现很多都是用简讯，因为他们已经不太敢看人的眼睛了，连求职都用简讯，而且他们很多的要求就是说我能不能在家里上班，他们也能尽可能的不要跟人群接触。对，但这是人正常的状态吗？应该不是，对不对？对，我们是这种人类，是这种部落聚集的这种习性，这不会因为过去这20几年的科技而改变啊。对啊，但我们现在就是一整个世代在改变。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所在。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
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而且我觉得很吊诡的是，现在有很多的父母亲，他们是用爱的教育。对啊，孩子，你想要做什么 ？Go ahead 去做，然后发现，为什么小孩还是躲在房间里面，他们走不出去？不是说是我不让你走出去哦，而且你走不出去。那为什么走不出去的？因为他们可能想太多。他们想要做的东西太多，因为他们有太多比较基础，可是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去想，说是那你怎么样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实验，然后做一件小的事情，然后再去 feedback。像我们以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们才知道，对，先从都要出去啊。对啊，无论是你今天出去，你去打一个工啊，你去端个盘子啊，或怎么样，都是会有一个经验。现在 no。现在你可以都虚拟的，对，你可以问，你甚至可以问 AI 这是什么样，然后它可以用一个好像是有内行人来告诉你一些建议，但是这并不会造成行动，所以要如何行动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从家庭的这个小沙盒到即将让他们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这个社会的沙盒的时候，如何让他们可以变成一个独立自主，而且有办法可以提供价值给这个社会的人。然后因为他们可以提供这价值，所以他们可以第一不怕饿肚子，然后第二他们也可以快乐，得到自己的价值感。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那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会把这件事情交给学校来做，对，认为其实就是你的功课好，你的分数好，那么进入到好大学，然后就等于是好工作，然后就等于是好生活、好薪水，就是好幸福。但我们现在也都知道，现在这一个链条是不一定成立的嘛，对 ，right？ 孩子们也知道啊，其实青少年也知道啊，所以他们才很迷惘啊。对呀，对，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今年轩哥推出的这个作品，森娜想要跟青少年还有跟家长们谈论什么呢？我的难题就是我的挑战，就是要怎么样让青少年身边最关心他们，然后最有可能对他们产生一些变化跟帮助的人能够做些什么，也就是说让青少年跟他们的父母亲能够一起合作来思考未来。那我觉得这个在现在的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因为连我们大人都看不清楚未来了。对 ，right， 那个颠覆性太大了。我们每一个月都在发现新的 LLM 出来，然后它会又取代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说 Liv and Lucas 我2个小孩，我说他们一定要学 programming，对 ，right？ 为什么？我说不是那个语言，而是你要学会怎么去逻辑思考，而且你要学会怎么样，当你去 run 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它80%会卡住，因为你有个东西你可能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要耐住性子，然后你要去找到中间的那个 bug 在哪里。对，我说这个 discipline，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未来做什么，现在你看真正厉害的 programmer，right，vibe coding， 它不再是那个写程式码的。他反而比较像个诗人一样，他要能够用很华丽澎湃的文字去叙述到最后他想要的结果是如何，叙述的越好越精准越华丽，然后当这个看到他的这个出版的时候，能够精准的告诉他说，我又想要他更怎么样更怎么样，像是个导演一样去导演这个 AI 生成式的东西，能够给他要的，无论是今天是图片或文字或者是编程。所以底层逻辑改变了，right？ Computer programming 这件事情从一个理工的思维变成一个人文思维了，变成诗人的思维了。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让我突然发觉说，哇，我们以前认为孩子我需要他就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现在 no。不行，我们必须要站在同一条线上，一起来看待未来的未知，我们才可以一起准备。可是我觉得其实轩哥的这一个作品啊，让我觉得很酷的一点是，他除了可以作为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沟通的工具，像是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是不是可能像是在找寻自己人生未来方向的时候，也能够从中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认识自己呢？
当然，你知道 Stanford 大学有一个非常非常红的 Life Design Lab， 对，然后它有一套思维叫做 Design Thinking，right， 设计思维。那设计思维啊很简单，它是什么？所有设计思维先从一个问题开始，所以你要观察到一个问题。观察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去思考说有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你能够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想出一些假设，然后呢，你就做一个小的实验，你不用整个做到非常好，你做一个小的，然后你看看说，这个有没有帮助他一点点，然后你去捕捉这个里面的 data， 无论它是成功或失败，然后根据这个你再去做一点点的修正，所以逐渐，你就可以，我们叫做 iterate。你就可以反复这个程序，然后做出来这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个就是 design thinking。其实这个逻辑是适用于大家的，包括青少年。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比较少，真的会教这个方式，因为现在教育系统是告诉你资讯，叫你反刍这个资讯，然后我再测试你有没有理解这个资讯。可是我没有给你机会去运用它来去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也没有给你一个机会说让你真的去思辨说，那这个东西我解决了之后有没有适用于现在的社会。需要新的工具，我需要新的工具。对，新的工具呢，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是做节目的，所以随身拿出一个板子是很合理的。对，这个是在新作品里面讲到的性格八角，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好，那我要自己创造一个可以让青少年跟家长都来做，都来一起做的。OK， 个别可以做，所以呢，每一套书里面有2张这个，就是它是透明的，对，透明的这个板子。那这边我就想了4个主要的类别，这个都是跟未来可能有关的。第一就是我如何处理资讯，第2就是你如何与别人合作，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风格，对。第3就是你如何面对情绪这件事，然后第4是你如何面对风险，然后这个就变成了8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呢，它是什么？它其实是沟通的工具。所以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可以先透过这个去了解彼此的差异，然后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就会说，例如说爸妈是比较甲虫，然后看到子女是萤火虫，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这个量表化，他就说你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功亏一篑，所有都是3分钟热度，你到底能不能够认真的好好的完成一件事情啊？我都帮你付了那么多的学费了，对，你总是在让我失望。你看情勒又出来了，对不对？我自己为你做了多少，我的期待又出来，你觉得一个孩子能够听得下去吗？对，因为包括面对孩子的挫折，面对孩子的成长，其实好像作品里面轩哥在作品里面都有跟大家分享跟分析嘛。可是呢，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8角的性格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在新作品里面也非常有意思，也就是峰值经验。哎呀，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在看节目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峰值经验。峰值经验我们英文叫做 peak experience，right？ 讲说 peak， 你去想象嘛，你今天爬到了一个山峰高峰上，然后你就看到整个底下。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所以这个称之为峰值经验。但是峰值经验很容易被误解，因为峰值经验用白话来问，就是说你这一辈子最开心、最骄傲的时候会是什么时候？往往很多大家就会说，哦，当我第一次我坐一个什么私人飞机啊，或者怎么样，哦，通常可能跟享受有关。但分享这个不好吗？分享这个就误解了峰值经验它真正背后的精神。你去想，你今天要站在一个高峰上，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爬上那个山峰，对啊，而那个山峰越高越难爬，对，你又要付出很多。所以其实真正的峰值经验，你在问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你觉得最困难的，你所克服的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你要做什么样克服自己的弱点的一些决定，面对到了什么样的大魔王。而因为你克服了那些，所以当你站上高峰的时候，那个变成了你的峰值经验。我想要传递一个理念给年轻人，然后也有给父母亲，任何值得付出的事情，你都一定会需要付出很多。你所有的成就，值得庆祝的成就，都需要你付出。是，没有东西是不劳而获的，是，而失败、痛苦、挣扎。那个不舒服
就是你的养分，也就是会为你带来那个峰值经验的必要的一点。所以其实在这一组的 workbook 里面，我一直在问的就是从一开始讲到峰值经验，到后面我们在设计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愿意为这件事情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愿意为它每一天做什么，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只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可以做梦，梦想很好，但是为了这个梦想你愿意付出什么？是我记得我在家里以前有做过一件事情，我觉得跟轩哥的峰值经验非常的像，但是概念是完全相反的。我跟我的父母亲，我们讨论我们人生最失望的是什么，最失望的那一天。对，然后就是父母亲讲出他们的看见，然后我讲到我自己在生活中的这样子的感受。后来发现彼此的沟通更加的温暖，而且有弹性。就是我们再知道，我觉得其实我们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坚强，孩子有孩子的脆弱，父母有父母的难处。我觉得在那个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家长跟孩子分别写下的峰值经验有了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沟通呢？青少年版的这个峰值经验里面呢，他们有多一题。请你先写下你有什么时候观察到你父母亲在努力付出，然后你因为这样子你觉得他们蛮酷的。写出来这个，你也不用直接口头上面，不过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答案。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可能看到答案的时候会心里面会吃惊，因为说不定从来自己的子女没有跟他们这样子分享过，而且说不定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知道说，哦，原来我在做这件事情，我的孩子有看在眼里，而且因此而觉得 I'm somebody。这一个感动的这一刻，其实会可以敲开心房。当然这个时候其实青少年版跟父母亲版就完全是两套不同的东西了，因为青少年版就开始去我有问很多不同的问题，然后透过这一个一个问题的回答来帮助他们去找到也许他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服务什么样的人，也许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意义感。然后对于父母亲呢，我就在教他们如何当孩子的教练，而不是去当他们的那个把关。是，所以这里面就有讲到了沟通的3大地雷：评论、指导、马上分析。实际上有时候就是家长跟年轻世代沟通的时候，也会让子弹飞一下。你赞成这样子的想法吗？夫妻之间，尤其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尤其如果你发现就已经是剑拔弩张的时候，先深呼吸一下，给彼此90秒。因为科学是发现说，只要你不火上加油，一般的那个情绪的半衰期是90秒，所以你可以 walk away，因为你就是马上就。好，我先去上个厕所。先冷静。对，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先让自己 calm down， 对，洗把脸，绝对会好很多。这个时候回来，两个人又可以比较理性，针对问题而沟通，而不是为了要击倒对方而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让子弹飞的话，就可以让子弹先悬在那边。OK， 好，我们先去个别尿个尿，闪一下，对，回来再好，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我觉得轩哥在新作品让未来变清楚，而且有2个版本，而且2个对看，这样对不对？对，家长版、大人版跟青少年版，这是一套，不分开来卖。是，那希望在这套书里面，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有性格8角。有峰值经验，那透过这一些协作也好，实作也好，那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什么呢？最基本的我希望带给父母亲跟青少年的，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再一次比较以互相尊重跟互相欣赏的方式来沟通，跟探讨未来。那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孩子又可以做了一些行动，朝着他的雏形，然后做了一些实验，然后父母亲可以在旁边为他喝彩，不用动手帮他做，千万别动手帮他做。但是他回来，无论他今天是失败或是成功，我们都会问他说：“你付出了多少？”他付出了很多，来，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下。你庆祝的是他的付出，不是他的成果。是，如果你一次再一次这么去做，那慢慢的，也许一个设计思维就会出现了。是，这是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所以今天呢，就透过跟轩哥分享，我们又学到了许多。谢谢轩哥今天来到我们下班经济学，谢谢轩哥。